英国33岁美女饲养员清理老虎尿渍，结果惨遭老虎突袭，多处受伤，当场惨死。多名游客目睹了整个过程。据《每日邮报》报道，1990年，罗莎街还是个小女孩时，她第一次对动物产生了浓厚兴趣。她母亲常常带她到哈默顿动物园，接近自然与野生动物，用来满足女儿对动物世界近乎饥渴的求知欲。也正是从那一刻起，罗莎的职业梦想悄然萌芽。几乎每一个假期，她都会央求母亲再带她回来。长大一些后，他会攒下零花钱，独自乘火车前往哈默顿动物园，一遍又一遍地在玻璃围栏前驻足凝视，沿着铁丝围网来回走上10几趟，怎么也看不够。毫不意外的，罗莎后来选择了动物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当他正式受聘成为哈默顿动物园的饲养员时，园内的工作人员几乎都已经认识他，那感觉甚至不像是在开始一份新工作。罗莎就像本就属于这里的一员，自然而然地融入了这个大家庭。接下来的13年里，他一直在这里工作，同时在业余时间不断深造，取得了多个与本领域相关的学位和资格证书。2014年，罗莎花了整整2年时间，主导重新设计了大型动物的饲养区域。他全身心投入这一项目，目标只有一个，在现有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为动物打造更宽敞、更具互动性的生活空间，同时也为照料这些有时极具攻击性的动物的人类饲养员设计出尽可能安全的防护系统。这些猛兽正是他们深爱并守护的对象。罗莎的巧思最终催生了一套极其聪明的闸门系统，动物可以被引导进入笼舍内独立的进食隔间，当闸门在动物身后关闭，它们正专心进食时，饲养员便可以安全进入主笼区进行清洁、维护，并放置当天所需的玩具或其他物品。这套新系统效果极佳，随后被世界各地几乎所有对外开放的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公园所采纳。2017年5月，在新笼舍系统投入使用2年后，动物园迎来了一窝非洲薮猫幼崽。这批被救助的小猫需要全天候照料，罗莎主动承担起夜班工作，确保它们能按时进食并得到妥善照顾，直到可以被转移到新的栖息环境。罗莎和他的2位同事杰弗里和大卫每天晚上9点在闭园后上岗，完成夜间巡查后，他们会守着幼崽，每2小时喂食一次。到了清晨6点，他们还要在开园前完成晨间巡查，等白班员工到岗，前一晚值班的人才能回家休息，而当晚又要再次重复这一切。3月19日这天，罗莎将幼崽交接给兽医后，便与杰弗里和大卫一起开始进行最后一轮喂食和简单清理。等待交班，杰弗里和大卫先行一步，将大型猫科动物引导进各自先进的进食隔间，罗莎则从后方跟进，负责清理水槽。杰弗里将几块牛排放进马来亚虎西西普的食盘中，在老虎进入安全隔间后，用脚踢上了闸门。但当时他的目光并没有落在那扇门上，他只听到了身后那一声熟悉的金属碰撞声，便下意识地以为闸门像往常一样已经牢牢扣上了。但那道栓锁其实并没有真正扣紧，闸门只是懒散地晃了一下便又打开了。而那时笼内的老虎仍然专心进食，丝毫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异常。杰弗里离开时还顺手锁上了外侧的主门，却没意识到内部的隔离门依旧敞开着。杰弗里离开大约15分钟后，西西普已经将食盆里的每一口食物都舔得干干净净。他随后转身穿过身后那扇敞开的门，回到低矮的隔墙后躺下，准备消化这顿饱餐。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主门被打开时发出的轻微吱呀声。来的人是罗莎，他提着一桶肥皂水，带着几块海绵和一把手持小扫帚，完全以为西西普已经被安全地锁在进食隔间里，有食物足以让他分心。他开始从内部清洁观景玻璃，以便在接下来1小时内到来的游客能够清楚地看到笼舍内部。起初，那只猛兽只是被惊动了一下，更多的是好奇。他从未被允许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这些来来往往的活人，他只是静静地看着这名33岁的女性在笼内慢慢移动，逐渐靠近自己，又转过身去。仅仅几分钟之内，他就从一个带着试探与好奇的旁观者蜕变成了一名彻头彻尾的猎手。西西普的骨子里流淌着捕食者的血液，那是数百万年进化刻进基因深处的本能，任何围栏，任何圈养生活都无法将其抹去。他嗅到了罗莎身上散发出的体温，那是活物才有的热度。他闻到了血液、汗水与生命混合在一起的气息，即便腹中早已填满食物，这股气味仍然像一根无形的钩子，牢牢勾住了他的神经，他无法忽视。或许这是他这一生中唯一一次真正像祖先那样狩猎的机会。西西普开始移动，没有咆哮，没有急躁，他的动作安静而克制，
每一步都踩在本能与经验的边缘。庞大的身躯贴着地面滑行，肩胛肌肉在皮毛下无声起伏，像一张缓缓收紧的弓。他一点一点逼近，缩短距离，直到与那名女子之间只剩下不到2米的空隙。而此时的罗莎依旧毫无察觉，他专注于手中的工作，背对着危险，将自己完全暴露在猛兽的视线中。直到那一瞬间，在他的余光里，有什么东西不该存在。他无意间瞥见了那扇敞开的闸门，刹那间，血液仿佛从四肢倒流回心脏，寒意沿着脊背直冲上颅。他甚至来不及思考，在意识完全理解之前，身体已经先一步做出了反应。就在他转头看向那道门的同时，双脚已经本能地朝出口方向挪动。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那扇敞开的门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老虎早就知道，他和罗莎正处在同一个封闭的空间里。他不需要回头，不需要确认，他心里无比清楚，西西普就在他身后，而他这突如其来的动作正是西西普一直等待的信号。下一秒，空气被撕裂，只需一次爆发性的跃扑，那头重达200磅的猛兽便如黑影般腾空而起，重重地压向他的后背。巨大的冲击力瞬间将罗莎掀翻在地，在那股无法抗拒的重量之下，他的身体像断了线的木偶般塌陷下去，毫无反抗的余地。猎杀开始了。几乎就在同一瞬间，老虎完成了跃起、落下与咬合这3个动作，快得近乎连贯成一次无法分割的杀戮本能。沉重的身躯狠狠压下，巨大的头颅贴近他的颈侧，獠牙在瞬间合拢，死死咬住了他的脖子，也彻底掐断了他发出任何求救声音的可能。锋利而粗大的犬齿深深嵌入喉部，空气被强行切断，呼吸在那一刻戛然而止。牙齿撕裂，血肉带来的剧痛与肺部疯狂渴求氧气的窒息感同时袭来，彼此叠加放大，像2股力量从体内外同时将他撕碎。老虎庞大的重量压在他的头部和上半身，几乎将他的脸整个按进冰冷坚硬的水泥地面，颅骨承受着近乎爆裂的压力，震荡沿着头骨传入内耳，世界瞬间只剩下刺耳的嗡鸣。罗莎被牢牢固定在地上，面部朝下，身体完全失去了支撑点。他唯一还能做的，只是出于本能地伸出双手，用指甲无助地抓挠着身前的地面，指尖在粗糙的水泥上划过，却换不来哪怕1寸位移。老虎的前肢死死压住他的背部，体重精准而冷酷，确保他无法翻身，无法挣脱。西西普并没有急于撕扯或甩动猎物，他不需要。他清楚地知道，猎物已经完全落入掌控之中，只要保持这种压制，只要持续施加力量，用不了多久，意识就会自行熄灭。在他的世界里，这不过是一场已经结束的狩猎。然而，在生存本能的最后一次爆发中，罗莎拼尽全力将双手撑到身下，猛然向上推去。奇迹般的，西西普被这一下打了个措手不及，几乎失去控制。锋利的牙齿狠狠撕裂了他的颈动脉，他立刻后仰，再次咬住他。这一次，他开始猛烈地甩动他的身体，强行将他的双手从地面上甩开，伴随着一声令人作呕的脆响。他的脊椎在颈部根部被彻底扯断，罗莎的脊髓从颅骨底部脱离，他当场死亡，甚至还来不及因失血和缺氧而陷入昏迷。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杰弗里和大卫仍在完成他们的日常巡查，而动物园的大门也已经开启，准备迎接当天第一批游客。就在这段时间里，西西普一直在摆弄着猎物的尸体。由于他刚刚进食过早餐，并不急于吞噬罗莎，他的行为更多是出于本能与好奇，而非真正的饥饿。就像最初跟踪他时那样，直到第1位游客出现，才有人意识到罗莎失踪了。那是一名出来晨练的退休老人，他透过观景玻璃向内看去，看见了一滩血迹、被打翻的水桶和散落的海绵，以及一堆沾满鲜血的破布。那曾是罗莎身上的工作服。这名老人立刻转身去寻找工作人员，并且刻意没有惊动其他游客。他这种冷静而克制的举动，让园方得以及时将早到的游客疏散开来，避免了一场恐慌。当最先赶到现场的保安看到那血腥的画面时，急救人员立刻被呼叫。在任何人尝试进入笼舍之前，警方和医疗部门便已启动应急程序。工作人员成功将西西普诱导回他的侧边隔离区。随后救护车、警车甚至1架直升机相继抵达现场。但从西西普那沾满血迹的口鼻来看，所有人都已经心知肚明结局会是什么样。他们找到了罗莎，她的躯干和面部已经几乎无法辨认，左腿几乎被完全撕离身体，她的2只手臂被发现落在数米之外，塞在一处灌木丛下。动物园随即关闭了1整周，以调查事故原因，确认罗莎精心设计的卡扣式安全门系统是否存在缺陷。但调查结果显示，
他的设计确实如动物园方面所称的那样安全可靠。杰弗里最终承认，事故很可能源于他自己。他没有确认隔离门是否在身后完全关闭。尽管这起悲剧被认定为意外事故，他也未因自身的疏忽而受到法律指控。但他再也无法承受继续留在动物园工作。他在罗莎葬礼前一天提交了辞呈。此后，他最后一次踏入汉默顿动物园，正是为了参加罗莎的守灵仪式。那场仪式由动物园方面与罗莎的母亲共同决定在园内举行。他们认为没有任何地方比这里更适合向罗莎告别，这里是他最热爱的地方，是他陪伴时间最多的地方，是他一生注定要奉献的地方。被他所热爱的动物环绕，人们在这里与他做了最后的道别。而在不远处，隔着观景玻璃，西西普好奇地注视着这小小的人群，仿佛在等待下一次机会，将另一个像罗莎金一样的人拖向他们那令人胆寒的最终归宿。